要跟大家宣布，我要退圈。你们有想过退圈吗？你什么退圈？接下来做到5点，你将彻底掌控你的人生。然后我要励志，完了下一秒就是我要验牌，完了再下一秒就是看到周奇墨跟宋木子在咱们节目里学钢管舞啊。其实我觉得以后脱口秀现场应该有个领舞，就永远在旁边站着，然后这边讲故事。谁还看脱口秀啊？我喜欢老来笑，我觉得老来笑是夸人的，虽然老，但我俏呀。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特别流行穿那种铅笔裤，哎呦，我穿完那个裤子跟那个抓娃娃的夹子一样。我做编剧的时候遇到过很多难伺候明星，队友不能提，父母不能提啊，对象不能提。你们肯定很好奇这个人是谁，对吧？名字闲鱼便宜，闲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连接你的热爱。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买票上大麦。我说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全都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必须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后面来造一圈。新的一期又开始了，朋友们，耶！这一次因为后边会非常的累啊，因为嘉宾这回来的特别的狠。这位嘉宾他是来演出的吗？不，他是来复仇的。复仇？然后他要找回属于他自个儿的舞台，有请他。就是我们的刘维。老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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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行嘞，刚才说您是来复仇来，为什么要复仇啊？因为这档节目呢，大家应该众所周知，就整个团队都是火星情报局的团队。确实啊。对，然后也来过很多我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就包括露丝啊，杨迪啊，对对，碧婷姐啊，就是都是我的好朋友。对，是。但是呢，根本就没邀请我，是我自己要来的。然后我在想说，开场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舞蹈秀 MV 来证明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善良的男孩。哎呦喂，这么说自己的人，我真的，我这个人走的就是人品好，其余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优点。然后我在想说，可能大家上台机会比较少的朋友，可以多一些自己的镜头。大家第一期有看到那个露丝出场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说有一一镜到底那么一个演出啊。然后所以我就想说，这一次我们就还是套用露丝的那个。我这人最大就是人品好，然后我们还套用人家。没有，因为经费要省，就是用一样的钱。好嘞，咱们一起行动吧！走吧，老师们。我们就按照露丝跟思路来排，就从哪边出来谁，然后我们就从哪边出来谁。刘露丝哈，刘露丝。现在还是赵露思，你写一赵露思最好。也要安排2个人推这个，推露丝衣服的架子，然后接着露丝要在台上。可以，第一班有了，然后所有人其实已经在台上了，就听到这个地方我就先往前走，我们就开拍吧。来，准备开始。有请捧场大嘉宾刘维带来开场秀表演。
色的，有时候却会想太多。这个那个有的没的，你纠结到底选些什么？一不小心买太多，好看的却没几个。金牛处女天秤双鱼双子就这星座实在太多，需要朋友眼光够好，不漏是我，让我做你男朋友，个性不同却能帮你搞定忧愁。嘿，咸鱼你长得漂亮漂亮，你最什么都漂亮漂亮，你怎样都会漂亮漂亮，让我疯狂。小姐你长得漂亮漂亮，你穿什么都漂亮。等一下，哎，不好意思，这个，哎，咱让下来。不管逛街还是上网，总之要把钱都花光。我说算了，别买，你却总说我小气不懂欣赏小鹿。其实在我的眼里，你穿什么都一样，短裙、初体衬衫、格子，不管什么你都是最漂亮。一通电话，我会光速到你身旁，给你温暖的阳光，你的一个微笑足以点燃我的心房。嘿，小姐你长得漂亮漂亮，你穿什么都漂亮漂亮，你怎样都会漂亮漂亮，让我疯狂。小姐你长得漂亮漂亮，你穿什么都漂亮漂亮，这位朋友你怎样都会漂亮漂亮，我的新娘，我的新娘，大家一起来 ，1 2 3。知道西瓜。感谢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的不好笑走路不接来，让我们欢迎我们全宇宙最可爱、最帅气的刘伟。开始摆姿势，刘伟，哎嘿，维哥。哎呀，刘维啊，咱们这个开场秀怎么个想法？对，因为主打的是抄袭赵露思。我们第一期赵露思出来的时候是这样一个那个一镜到底的。对，而且现在第9期了嘛，还有1期就收尾了。对，然后我心想说这景别白制，哎，对吧？然后大家也别白来，这样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出镜过啊，所以我就想说在开场的时候就让很多人都可以在镜头里。真是，你们都看到他们了吗？看到了。掌声鼓励一下，祝我们的新演员们！太好了，哎，刘维是真正看我们节目的人，是吧？我真的看你们节目，我穿的都是阿迪达斯阿迪达斯啊。其实刘维呢是真的很爱音乐，爱音乐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刘维老师啊，家里蓝牙耳机没有电了，拿那个电动牙刷头直接塞菜里也接着听。没有，就真的很爱音乐，但是就是出不来的一个歌手。而且刘维特别喜欢那个怎么唱跳类的，是不是？对，因为我的脱口秀主打的就是没有脱口，只有秀啊。那么刘维老师啊，你有什么评判标准吗？我很喜欢那种就是前面又搞笑，突然到最后突然一个点打动我就。
哦，你要笑中带泪。哦，我喜欢那种笑中带泪。有喜欢上价值的人是吧？没有，您就是这种啊。就是我喜欢那个他的故事吧，就是本来来源于自己嘛，然后结尾的时候，哎，又给大家印证了一下这个故事在他身上有多深刻。太好了，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段子其实他打磨都是需要时间的，这个真的急不来。哎，现在啊。哎，你这样更不自然，撵伤我。3、2、1，你乐个屁呀！不是，这样好接。谁接你啊？自个儿接自己啊！来，3、2、1，现在啊啥都快，但是好段子真的急不来。一个梗你得磨10遍、20遍，就像长康50多年的坚持，就为做一瓶好芝麻油，不掺杂质，不走捷径，这才是真本事。咱们得守得住纯粹，才是最酷的对味儿。这个掌声还要给亲爱的各位朋友们自己，因为这个节目呢，最重要的是各位待会儿会给我们打分儿，然后各位手中都有你们这个意见卡，对不对？展示一下。那么5星呢，代表您就是非常满意；4星到1星呢，代表您这个感觉一般了。单场我们4星以上，只要超过70%，我们就能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但是没有过70%，我们就要一起撸嗦接着。10场演出截图后，总评好过70%的，就能够解锁2026全年的大麦全国巡演啦。那么现在有请的就是我们的唱跳小王子刘维脱口秀。哎，拜拜拜拜拜拜。大家好，我是刘维。说句实话，家人们，我真的非常紧张。不要紧张。这样好不好？集体给我一点热情，我喊3、2、1啊！来，3、2、1。其实呢，说实话，今天紧不紧张也无所谓，因为我今天呢有一个重要的事要跟大家宣布，我要退圈。我要退圈。什么玩意儿？跟退圈有什么关系？不好意思啊，一般的脱口秀都先找笑点，我主要上来要先卡点。因为大家也能看得出来，我一开场做了这么多事情，就会发现这个圈儿真的太难混了。就我跟我朋友说，我说我真的要退圈了，我朋友们真的超级惊讶，都跟我说啊，你不得已经退圈了吗？确实，以前大家看到我都会说，哇，刘维哥，你节目好多呀，我每天看你的节目。现在大家看到我，好像基本也看不到了哈。为什么想退呢？很简单，因为我现在通告太少了，1、2个月1单都没有。就今天这1单，都是我诚挚邀请节目组邀请的我。怎么说呢？这也是一种逼单。但是综艺没关系，对不对？我还可以做音乐。哎，2026年第1个季度，我歌手刘维就已经出了3首歌。宿醉。我陷入一场关于你的宿醉，对你们宣誓一种想要的爱你，这感觉不想假装，不想就想再拜托我的歌没够。榜单末尾的歌。谢谢。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你们都听过这些歌吗？啊，真的没听过哈。所以知道为什么我要退圈了吧？但是，从我这个结尾这个呼吸延续的长度哈，也能看出
我其实已经出道20年了。作为一个出道20年的艺人，就要有操守。我就想说，我要搞个演唱会。于是呢，我就找了一个1000人剧院，搞了一场大型的演唱会。你也知道，我很多朋友看演唱会，大张伟、薛之谦、汪苏泷，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海报一发，3秒钟票售罄。我那海报一放上去，3秒、4秒、5小时、6天了，100张，票少但是心诚。那你说作为一个歌手闹不闹心？那我就着急呀，我就得想办法。于是我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2手交易平台。我当时在这个软件上，我就搜索演唱会门票。这个时候出来了什么？周杰伦演唱会门票有多少收多少。Oh my god, it's yellow cow 。我们不提倡，但是我那一刻我觉得找到救星了呀。我一想，他收周杰伦的票，是不是也会收刘维的票？于是我就大胆的跟他说：“我说刘维的票你收不收？我告诉你，未来一定增值，啊，全场1000人座位，余票897张，你要不要？”没回我。后来我想说，哎，我给他开点玩笑，我直接跟他说：“哥，平台不大，风景如画，门票不多，都在这桌。”这哥回我了，跟我说：“请问您是刘维老师吧？”没关系啊，但是后来呢，我觉得卖票还是需要一些手段的，于是我就开始直播。我想说你们没听过我的歌没关系，我就现场给你们唱，听好了你们再来。于是我就真的唱了，大家真的听了，效果非同凡响，当天退了15张票。但抛开音乐不说啊，我的门票超级值，280到680，听起来也不是很便宜哈。但是呢，我的票有伴手礼、化妆品、面膜、护手霜，真的真的，我主打一个性价比。大家去薛之谦演唱会，可能也会关注就是豪华的嘉宾啊，除了为了薛之谦来的，也有为了大张伟来的，也有为了毛不易来的。来刘维的演唱会，除了为了刘维来的，也有为了面膜来的，也有为了护手霜来的，开一场亏一场。但我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底下留言非常正向，都跟我说：“刘维哥，你什么时候再开演唱会呀？我脸都干了。”除了歌手的身份，我还有一个喜剧人的身份。我相信大家在5年前应该都看过我的综艺节目吧？哈，没有底气，但没关系，反正我也要退圈了。更让我特别难受的是什么呢？以前大家看到我都会觉得，哎呀，刘维这孩子真逗。现在大家看到我可能都会想说，心疼刘维，想哭。我心想说，你为啥想哭啊？他说，你这么努力，还这么不好笑。我就想哭。其实我发现不是我想退圈，是圈想退我。但是我退来退去，我发现圈它就是一个圆儿啊，我退来退去，你怎么还打哈欠了呢？对不起，妹妹，是我的错。但是退来退去，你会发现啊，妹妹，还是会回到起点，因为你绕不出去。所以我今天想好了，与其退圈，不如把自己的圈做大。做强，让所有人走进我的圈，被我圈粉。所以冒昧的问一下各位，愿意走进我的圈吗？愿意。接下来我要在我的圈里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歌手刘维。我是刘维，有一点背，梦想总差我以为。运气像生锈的锁，钥匙也总。大家一起来！我是刘维，每天喝醉，咖啡的味觉得甜美。如果快乐需要
要门票，我排着队。我是哪位都无所谓，请各位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自信面对，做那个最强、最棒、最亮、最爱大家的刘维。大家好，我是刘维，演出还在继续，下一场我送美容仪。谢谢大家。刘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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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维。哎，你那个歌写的太奇妙了，莫名其妙。然后呢，就是你说我是刘维，等等等等，大家一起唱，所有人一块唱，我是刘维。为什么要唱这个呀？因为我唱的时候并没有想要递麦，但是我中间实在有点太喘了，我实在喘不上来劲儿了，然后我才把麦递出去。但是我主要是为了跟老师们区分一下，因为我不是专业的脱口秀演员。不是，你不用说你不是专业的，你最开始说我要退圈，当当当当当当当，没有一个专业的会干这件事的，没包袱没点愣上音乐。没有。其实我说实话，从内心来讲，我不是跳给大家看的。那你跳给谁看的？我是跳给我自己的，因为只有我在跳舞的时候，我会缓解我的紧张。我觉得一切能够缓解你紧张的不是音乐，是那根杆儿。然后没有人 Q 你，自个儿就往那杆儿那，他就开始了。对。然后那个退圈聊聊，我确实经常想这个问题，因为我是 ENFP。什么 P？ 快乐小狗，快乐小狗。哦，快乐小狗啊。有什么关系吗？因为我其实内心当中吧，经常不自信，然后也不是很肯定自己，这个确实配得感很低。是。然后我很容易就被一件事儿就给打击到，然后就会觉得把自己藏起来。谁给气受了？谁打击你了？没有，我觉得其实主要的气还是自己给自己的。但是我也不想说让别人去来觉得说好像刘维配得感低就要给他一些鼓励。我觉得就是只要努力的人就一定是幸运的，只是时候没到。刘维，这节目是个快乐的节目。我露宿街头，我露宿街头。做艺人要靠是2个字，认真。刘维靠什么？打针，对不对？对不对？巴拉巴巴巴巴拉巴。我知道是谁给你弄难受的了。少认识我这样的朋友就好多了啊。聊不少了，聊不少了，对，大家还没说话呢。哎，对呀，你问问大家，你们有想过退圈吗？你什么退圈？咱家已经刚进来，我都没进来，我都没进来，把大腿留在里面。我刚搁窗户外边往里看呢。那咱们就说说，哎，刚进圈入行了，是不是有什么就是说什么感觉吗？那个能说的实话越来越少了，朋友们。哇塞，说明你真的懂这个圈了。你确实进来了，已经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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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实话呀？那那么咱们聊了，分享很多了。下面这一位，哇塞，他已经踏入了演艺界半个脚面了，好吗？这就是我们的翟佳娘。哇，我第一次现场看脱口秀啊！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说实话，在讲之前，我还是想那个跟刘维老师说一声，真的，我是没上初中之前就看那个刘维老师我行我秀，谢谢，一直感觉他特别厉害，这是鞍山的骄傲。老师，你真的你不用太那个上火哦，对，谢谢老师，已经特别优秀了，真的，我是做不到，上来就这样的，真的。然后跟大家分享一段没有音乐的纯白话脱口秀啊，这太难接了，哎。这不，朋友们，咱们节目也快到尾声了嘛，给各位聊聊在这个节目期间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视频平台啊，就是抖音啊，朋友们。哎，观众确实专业，问我能不能播，他们会用 AI 处理的，你知道吗？后期听到就是某音了。
给各位聊聊这个短视频 APP。哎，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平时刷不刷短视频？哎，抖音啊。我发现啊，从来没有这么一个 APP 能让我做到就是既睡不着又起不来啊。不知道各位就是每个最后一个工作日晚上是怎么过的？我一般都是11点躺床上睡觉，合计刷会儿短视频就困了嘛。完了下半夜4点才睡着的。完了第二天可能12点起来，可以刷会儿视频精神精神，下午5点才起的床。在此之前，朋友们，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能做到躺床上一动不动，完了光大拇指动，坚持超过18个小时。有一天下午刷着那谁关于霍金的纪录片，说他浑身瘫软在床上，只靠着双眼和3根手指建立这个信息的传递。一瞬间我就共情了，我这不就是我吗？我跟霍金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大拇指活动量能稍微大一点。等你刷完短视频之后啊，我特别深刻理解了《时间的秩序》里说的那句话：时间不存在，刷一下就没了哈。我说对朋友们，这段子灵感是怎么来的呀？就是我发现越来越多人他沉迷于刷手机，不分场合。给各位讲个真事儿啊，我24年年初的时候在南京看到一个大姐过马路骑共享单车，左手刷短视频，右手扶车把，面对手机微笑快乐就往前骑，一眼马路都没看。我是怎么发现的？因为我过马路刷手机的时候，大姐骑自行车把我脚给压了。朋友们，你仔细观察一下，很多人都沉迷于手机，不分场合。如果你经常打网约车，你观察一下，个别网约车司机是不是都用俩手机？对，一个用来导航，另一个用来刷视频。我真的就没见过他看过一眼导航。全程都在那刷视频，右手都没摸过方向盘。但是我是怎么观察到这个现象的呢？就是我发现司机哥们们刷那个短视频，我也爱看。真的，我都跟他一起看来的。有好几回司机甚至看开心了，敢回头跟我聊天儿。兄弟，你看这主播跳得漂不漂亮？你看短视频就这么神奇，它能让你忘记危险。甚至有的时候能让你忘记你还有逻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刚开始刷短视频的状态，就是大数据它不了解我们，前后那个视频内容差距特别大，然后我当时还有逻辑，我那个情绪起伏也特别大。就你上一秒还在看一个流浪猫流浪狗在雨里头冻得发抖啊，你就可怜，这猫狗太惨了，这人间真是不值得呀。完了，下一个视频就是盘点全网最强5位舞蹈主播，这人间还是值得的。哎呀，然后伴随着你越刷越多，哎，反应不过来了，就太快了，彻底就麻了。下一秒是一个视频，接下来做到5点，你将彻底掌控你的人生。我说我要励志，完了下一秒就是我要验牌。完了，再下一秒就是看到周奇墨跟宋木子在咱们节目里学钢管舞啊，太快了，我现在已经麻木了，导致我现在刷的大部分内容也是那种极其没有营养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什么液压机压个巧克力啊，在森林里盖房子，修个脚啊，去个痘啊，给小狗做 SPA 啊。有的时候状态好的时候，我能跟那个狗一起睡着，你知道吗？有人跟我说这是解压视频，说你压力太大。我说不是，我感觉就是大数据已经把我看透了。就我现在这样给他看别的，他也看不懂了。我反思过，现在看一集20分钟的动画片都算做阅读理解了。真的，朋友们，你们想没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电影解说那个视频呢？第一句永远都是注意，这个男人叫丧彪。注意，小美走过来了。为什么他一定要喊一句注意？我想过，他要不喊注意，我都注意不了了，真的，注意不了。希望大家都接近真实的生活，适当的刷短视频，拥有一个聪明清醒的前额叶啊！谢谢大家，我是张安宁，谢谢。大家。
但是他这个脱口秀真的怎么样？要是我也现场看怎么样？要我也讲这个脱口秀，在他刷短视频主播跳舞的时候，我早就跳了。谁的书？多好插舞蹈的地方呀！你能明白为什么票不好卖吗？你这票不好卖，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见缝插舞蹈，就是。其实我觉得以后脱口秀现场应该有个领舞，就永远在旁边站着，然后这边讲故事。谁还看脱口秀啊？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啊，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关于自己的奇怪视频吗？现场演出经常有很多很诡异的图片。您说啊，我之前我一个脱口秀演员朋友，一个男生，他去刷那种交友 APP 哈，然后他突然刷到了我。交友 APP。对，然后是有一个人冒用了我的图片去做他交友 APP 的头像，就是一个我在开放麦，就是那种。我不知道一个女生，而且我看她资料还是一个北大的博士啊。然后她用我这张巨丑的一张图片做她那个就有点类似于相亲网站的头像。他想测验一下脱口秀演员的吸引力是吗？对，我感觉他就是想试试，如果这个样子你都能接受，那你见到我一定很惊喜吧？翟老师有吗？就是我讲完开放麦，完了我就正常搁马路那走，然后后边我背个包，背个书包，别人拍我，配的音是什么？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小看我。评论都是这孩子像在学校里没吃饱，生气了。好吧，行嘞，谢谢各位网友们哈，您多积德，谢谢您，哎，得嘞，好嘞，行，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到我们这个新人演员要登场了，首先要登场的这一位是喜欢穿搭的刘三变。Hello， 大家好，刘三变，已经好几回了啊，大家知道我年纪比较大了是吧？知道，有老年斑。我快40岁了，对，底下都是这种绝望的哦。谢谢，年纪大了之后呀，有一些变化。我最大的变化，我觉得是在心理上，我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好面子。以前跟任何人出去吃饭干什么都想抢着买单，完了抢赢了回来躺在床上难受。就算这个钱到底能干什么，钱购买力最强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对吧？现在我跟任何人出去，我也不想占别人便宜，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关系没有好到非得请客的地步。我觉得任何关系都可以 A 一下，我提倡任何关系都可以 A 一下。上次我跟我爸出去吃饭，我爸过生日那天啊，我实在是没张得开嘴，最后我爸请的客，他可能也张不开嘴，我觉得。好损啊！就是亲情关系就这样，你再不好面，你还得考虑亲情关系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处理一些事情就会有点纠结矛盾。有一次我给我表哥带饭，他给我转了30多块钱，我表哥给我转30多块钱，按理说我不应该收，对吧？但我不是你们懂我意思，我不知道怎么干，我就纠结犹豫。一天24小时以后，微信自动把钱退回去了。微信是不是有点多管闲事了？我不会退吗？啊，我只是需要多点时间来衡量一下我表哥跟30块钱孰轻孰重。而且那个钱我自己退，我表哥至少记着我好欠我个人情。你说你微信退那玩意算啥呀，对吧？我表哥感谢科技的进步吗？我觉得微信不能这样，我觉得微信应该懂点人情世故。那个钱我一天24小时不收，代表什么？你们想想代表什么？代表我不想退。你就应该自动入账。真的，我还可以跟我表哥说，哎呀，你看看，哎呀，你看又忙工作给忙忘了，你看看，我都没什么工作啊。下回转我肯定给你退回去，我之前讲的是，总有那种聪明的官都在底下嘀咕，那他用支付宝转不就没问题了吗？对呀，他为什么用微信呢？我还不了解他呀。年纪大了还有个变化，就是我这些年越来越爱打扮自己了。我也不是说以前不爱，是以前不太敢。我年轻时候以前我打扮总有那种没素质人说丑人多作怪。我现在听到的是
老来俏。我喜欢老来俏，我喜欢这个词。我觉得老来俏是夸人的，虽然老，但我俏呀。所有人都会老，但不是所有人都会俏的。我喜欢打扮，喜欢买衣服，然后经济压力又很大，因为衣服比较贵。我后来就在闲鱼买。在闲鱼买，我经常在一个大哥那买，因为他的穿衣风格跟尺码都跟我很接近。我经常在他那用很低的价格买到我喜欢的衣服，原价很高的衣服，这就导致我后来看到一件衣服我喜欢，我就不想买，我就发给大哥让他买，然后买他处理的。我这种想法是很合理的，因为我看过大哥的首页，他几乎所有衣服都会流向闲鱼平台的，对吧？我与其在这被动等他闲置的，我不如主动给自己挑点自己喜欢的。我在闲鱼定制2手衣服。我有次看见一件新衣服，我很喜欢，觉得有点贵，我就把链接发给大哥。我没有直接说我要，我很清楚我们的关系，我是消费者，我是上帝，我直接说了，我变成小弟了。我说你穿这件衣服一定很帅。我是男人，我懂男人，没有男人会否认这个的。他说好像真的还挺帅，我去看看有没有我的码。我说有，我帮你看过了。我怕节外生枝。2个月以后，我如愿的等到了大哥把那件衣服卖给我，用很低的价格。我们的关系本来这样发展就可以，但发现人是贪婪的。我后来不想等了，我不想买预售款，我要买现货。去年冬天入冬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冷，我就问大哥说：“大哥，有没有10某鸟的冲锋衣？”大哥说：“冲锋衣还真没有。”我不知道他是怕我失望，还是怕流失我的大客户哈。他又补了一句，他说：“要不这样吧，我过2天去买1件，你明年开春来买。”这是什么？这是春天的约定吗？我知道你们都期待春天，我从小到大也都期待，但今年这个春天是我最期待的一个。今年春天不仅大地换了新装，我也会的。10某鸟现在啊，天冷了，冬天在大哥那，天暖和了来我这。朋友们，原来10某鸟也是候鸟呀。大哥可能觉得春天有点太遥远了吧，他就给我发了一些裤子，他说在清理衣柜，你要不要？我真挑了，他给我发了一些上衣，他再给你搭一些上衣，干啥呢？在这玩奇迹暖暖的。我当时心里确实暖暖的，我从来没想到会像进货一样买衣服，对吧？我们最后用一个很低的价格成交了。我还假惺惺跟大哥说：“大哥，这价钱会不会太低？你会不会吃亏呀？”他说：“没事没事，吃啥亏呀？吃啥亏呀？不卖给你，我就捐给山里的孩子了。”你们说说这叫什么事？我花钱跟山里的孩子抢衣服，衣服到的时候哈，很开心，也有点失落。开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哥的衣服成色不错啊。失落的原因是，我觉得你们应该能理解哈，就是那些衣服到了，我干了一个我觉得你们应该都能干的事情。刚到了之后，我挨个口袋掏了一遍，1张钱都没有。20件衣服，70多个口袋，我掏了一下午，1张钱都没有。大哥很过分，他已经出门之前检查过了。他很过分，我会帮他检查的呀。我后来说这个段子，别人说你别怪大哥没钱，是因为现在大家不用钱了，都用手机支付了。我说那也没有手机呀。我跟大哥的尺码很接近，但要保证尺码接近，就得生活习惯也差不多。我现在不敢随便减肥。减肥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了，我更不敢吃的特别胖，胖了更穿不了大哥的衣服。所以我现在吃夜宵，我心里在想，大哥有没有吃夜宵？大哥没有吃夜宵，我凭什么吃？我有时候都想打开闲鱼给大哥发一个私信，我说大哥我在吃夜宵，要不要给你点一份？我们的关系不是我一个人在死撑哈，大哥也在经营这段关系。大哥也很主动，大哥有时候给我推销，家里清理衣柜了，问我要不要衣服，我说大哥我家衣柜也放不下了。他说你这样，你挂在闲鱼上卖呀。你挂闲鱼上卖，你还能赚钱的，不是大哥怎么把闲鱼玩成 to B 的了呀？啊，我现在大哥的经销商，我真在他那进货了，对不对？
自从跟大哥建立这种关系之后呀，我就基本上不用其他购物软件了。我现在购物软件就跟大哥的聊天对话框，我什么东西都想找他买，什么东西都想找他要。我现在对大哥的心态就是，别人有的东西，他也必须得有。我还有文玩的爱好，盘串、盘核桃，也很贵，也很烧钱。我现在就找那种串跟核桃盘的特别好看照片发给大哥，我想培养他这方面的爱好。如果他需要的话，我都可以给他几对。这种投资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对吧？我在闲鱼打窝。截止到目前为止，大哥还是没有喜欢上文玩。我打算再给他1个月的时间。如果他再不上道的话啊，我就得另谋出路了。我就得给自己添个大哥。不是我的心态，你们能够理解吧？能够理解吧？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的呀，对吧？大哥到底什么心态呢？我在写这套段子，我也问大哥，我说你到底什么动机？为什么把衣服总是低价卖给我？大哥说的很文艺，他说这些衣服虽然现在闲置了，但曾经都他很喜欢的，花很多钱买的。他希望买他衣服的人能够珍惜这些衣服。他知道我脱口演员，他就希望我在台上穿他衣服拍照片给他看。我才明白，我不是在买大哥的衣服，我在领养大哥的衣服，对吧？他要定期回访，看看他衣服现在过得怎么样。神奇的咸鱼，真什么人都有，是吧？有一次我在大哥那个城市演出，他过来看我演出，他坐在台下，我在台上穿着一身大哥的衣服。结束之后，他来后台找我。穿着时髦鸟的冲锋衣，我穿着他以前的衣服，他穿着我以后的衣服。我们俩都有光鲜的未来。完了，他请我吃饭啊，吃火锅。坐下来我就跟大哥说：“你把衣服脱了吧，外套脱了吧。”他说：“干啥？我又不热。”我说：“不怕你热，我怕你弄上油了，我以后不好洗。”我现在还是没事会打开闲鱼，就是经常刷闲鱼，生怕错过大哥的促销信息。有一天我就正常刷闲鱼，突然收到一条私信，是个大学生发来的。他说：“我很喜欢你的核桃，我会经常在闲鱼卖一些闲置的文玩哈。”他说：“我很喜欢你的核桃，但我没多少钱，你能不能便宜点，大哥？”他喊我大哥，我必须得给他便宜。我甚至要送他2对。那一瞬间，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喊我大哥，我就想照顾他。我突然理解我的大哥，他可能就想照顾我，对吧？我买大哥的衣服，他是我大哥；那个大学生买我的核桃，我是他的大哥。在闲鱼上，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大哥，对吧？大哥是一种信任，是一种托付。我想到这里，我打开闲鱼对话框，我跟大哥说：“大哥，最近有没有不住的房子？”谢谢大家。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们啊！谢谢大哥们。这算是脱口秀综艺史上最出神入化的植入了。对对对，真有这么一大哥，就是你每天蹲他衣服。对，之前我经常在那买多了之后，真就有一次我看到一件衣服我喜欢，我就问他有没有这件衣服。我没有，其实真没有直接说，但我就觉得这件衣服你穿挺合适的。你这个挺合适的，干嘛撒娇啊？我当时就是发微信发私信就这个动作啊。我有聊天截图，对，有聊天记录。哇！冲锋衣我改天去买一件，你春天来买吧。哇，你穿上咋这么帅？大哥说你穿上咋这么帅啊？啊，你怎么这么好看？哎呦喂！我真心真觉得咱们柳三变这个神奇的友谊值得纪念，好吧？谢谢柳三变，谢谢。他跟他的闲鱼大哥这个故事吧，打破了一种关于脱口秀的刻板印象，就是说你脱口秀只能吐槽，你只能讽刺，只能去冒犯。其实不是，你也可以讲一些挺温馨、挺有趣的故事哈，也会挺开心的。下面这位朋友，他非常的高冷，他每天都活在冰箱里，他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木川。谢谢各位，然后叫木川，跟各位分享一下最近吧。然后前一阵儿在医院检查，查出了点病，叫重度焦虑症，各位听过吗？听过。这个病的病因是因为去查了，能理解吧？
我觉得谁查谁有。就你知道，到现在为止，现代医学对于精神类疾病检测的主要手段，其实还是带你做题嘛。一个下午让我做6套题，做完说我有重度焦虑症，我说会不会是做题做出来的啊？但你做的时候不会这么想，你做的时候想的是医生负责，可能怕误诊开错药嘛，多做题，提高容错率。我觉得没有问题，但因为其实很多题是重复的，我觉得你就别翻来覆去的问了，问多了特别像是在提醒我。那医生真的过一会儿问我一遍，你想过寻短见吗？想过吗？想吗？我说怎么你是想帮我吗？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焦虑症，我唯一有概念的就是抑郁症。我问那个医生，我说焦虑症跟抑郁症有什么区别吗？那个医生说，简单理解的话是抑郁症是想嘎，焦虑症是怕嘎。我说那是不是理论上讲，我只要再得了抑郁症，我就痊愈了呀？那医生看了看我，摇摇头，又给我开了这套躁狂的题。本来是要给我开药，我也没有让他开。我是觉得自己没那么重，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心理作用更多一点。我觉得可能忘掉自己有病就好了，很难忘。重度焦虑这4个字就挺让我焦虑的。各位不觉得这个组合就听起来不轻不重的吗？乍一听挺严重，是个重度；仔细一听，只是焦虑。像不像一个人得了个病叫感冒晚期、急性脱发？急性脱发甚至听起来比重度焦虑更让人焦虑啊！病知道的人少，其实就会导致你其实挺难跟身边朋友倾诉一下的。我尝试过，我跟一个朋友说我重度焦虑了，他的反应是然后呢？我说然后我就急性脱发了。我这么严重还不赶紧去查查啊？换了个朋友，换了个有抑郁症的哥们儿。我想着也算是同病相怜，他可能会懂我一点。想太多了，各位。我发现倾诉这个事儿真的不要去找男的倾诉 ，boys never help boys。就一件事儿，攀比，重度焦虑，哥们儿重度抑郁，牛吗？攀比本身就是一件足够让人焦虑的事情了，但我们男孩之间又热爱攀比，真的啥都能比。一到冬天开始攀比谁没穿秋裤，一见面就是我没穿秋裤，叫爹。我说我爹6月份就穿秋裤了。我们这种行业是很难屏蔽掉焦虑这种情绪的，是舞台职业，喜剧嘛，即时反馈，有的时候搞砸了就是搞砸了，也骗不了谁。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就没有怎么接演出，想着说休息休息，但你会发现这个焦虑的情绪还是会来找你。那段时间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喝酒，我那天挺开心的。那天也有三哥，就刚刚上一个演员柳三变，他那天不太开心，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刷到了一条差评，骂咱俩的，跟我说你可千万不能看呐。我说你不说我都不知道啊。看了。很后悔看，骂的有点太长了，我拿平板看翻了3页，我说，给我吓坏了，我说咱俩是有过一段啊？骂的其实也很客观，其实就是看了我比较多的场次，但我一直在讲同一套段子。那这个病会带来一些注意力上的问题，真的写不出来东西那段时间。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就当一个脱口秀演员真的写不出来东西的时候，我们主要采取的手段就是换个地方演，改变不了自己去改变环境。那段时间正好接到了一个外地的演出，阿那亚各位知道吗？河北秦皇岛那边一个海边的演出，我想着说也算是公费旅游，看看阳光沙滩放松一下。想多了，到了之后就傻眼了，就发现那个场地是我见过最不适合讲脱口秀的场地。就脱口秀场地其实就一个要求，封闭。那个场地只有风。我们去了4个演员，只有第1个演员在讲的时候，他还在海边，第2个已经到腿了，第3个到腰。观众也很怪，因为它是一个活动性质的演出嘛，不是像各位可能来听个笑话放松一下。他是找了一帮颜值博主，他们长得太好看了。我站在台上，感觉自己才是观众。
而他们也是来工作的嘛，根本不会在意你在听什么，只是在那拍照修图，然后发社交媒体。本来外围还围了一帮大爷说，哎，这有脱口秀挺好看的，一看他们更好看，也不看我了。讲得非常难受，因为没有任何反馈嘛，我就已经开始在台上机械性的背段子，一边背段子一边在脑子里反思自己，就为什么我要做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为什么我不会翻跟斗？没有人笑。真的没有人笑，我到后来真的已经没有办法看着观众去讲东西了，我开始对着海讲。我心想赌一把，万一海笑了呢？行了，我到这儿，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郭哲老师的表演风格属于那种他自己完全不笑，但是大家疯狂笑的那种。我今天在那个后台第一次看到木川老师的时候，我怕他，大多数人都这样，眼神似刀，眼神似刀啊！但是今天讲完了之后，就觉得这表演风格怎么样啊？我觉得非常特别。对对对，又冷又酷的，但是笑点特别满。现在也是重度焦虑，就是因为上台说笑话大家没乐，是这点事儿吗？很复合的因素吧，就可能工作是一方面，生活是一方面，就是等等各方面给的压力。岁数也到了，都29了，你29又怎么了？一个人怎么能在29面对这么多生活烦恼呀？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这是？对呀，照你这说法，我都不应该起床，对不对？我这岁数，每天啊什么？我都过40了，还呼吸空气，好累呀，还要呼吸，焦虑啊！占用公共资源。对，年轻人的空气我不配闻。那么谢谢木川，谢谢下次表演。我以前也重度焦虑，我也去看过心理医生，我非常能理解。就是说，如果我说了一个笑话，台下不笑，就会给我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个是前进的动力，他就应该焦虑，他就应该去内耗，他就应该把这些东西变成他生活中的动力，让他能写出更多东西来。因为不痛苦不安出艺术。闲鱼便宜，闲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下面这一位是我们非常可爱的二豆，加油，小二豆！其实来到这个节目也是一些机缘巧合之下。那天我刚好在开放麦的现场，然后小鹿老师来到我们厂牌下面抓新人，然后抓到了当然是貌美如花又可爱的我了。我们在演出之前，在改稿间，就小鹿老师还一直在给我改稿子，改得很细心，那种感觉感动泪目。小鹿老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让我们欢迎二豆。跟你们讲讲我最近想跟大家聊聊的事情吧。其实我之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啊，自卑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有病，我还特地给我那个病起了一个富有学术气息的名字，叫它人体胸腔左右两侧环绕式一箱。说人话就是有狐臭。就我的这群脱口秀同行吧，他们在听到我起了一个这么富有学术的气息的名字之后，他们也给我起了一个名字，他们叫我脱口秀妲己，蛮伤人的啊。小时候同学都知道我有这个病，他们知道我有这个病之后也喜欢调侃我。我奶奶从小就喜欢给我扎这2个丸子头，她觉得我长得特别的可爱，可爱吗？可爱，是吧？我也觉得，但是他们呢？他们仗着自己看过几集神奇宝贝，他们叫我双蛋瓦斯。生气，真的。所以就是我经常洗澡，我就特别共情了一个动画片里的人物，哆啦 A 梦里面的静香，我觉得我特别像他。大雄每次看见他，他都在洗澡。他绝对有狐臭，不然他的全名为什么叫静香啊？冻臭嘛，是吧？
亲他啊，因为我后面上中学之后就学会隐藏自己了。我觉得我隐藏的特别好，但是有一次上完体育课，我的闺蜜她要跟我讲悄悄话，我出汗了，我能跟她讲吗？所以她边讲的时候，我就边往后面退。我退到后面之后，我发现她不说了，我还以为她发现了，我就只能很小心的去问她，我说闺蜜，你怎么不说了？她说闺蜜，我应该没有口臭吧？我说没有啊，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她说那你知道什么叫悄悄话吗？因为我有这个味道，所以我也容易接纳生活中其他的味道。比如说现在大家觉得网约车师傅臭臭的，但是你们真的别说师傅臭，他人不臭，他只是车臭罢了。就他跟我们一样，他习惯了他车上的味道，所以他发现不了。但你别说，有一些师傅他车臭，他人还怪幽默的。我有一次上完舞蹈课嘛，我打了一辆网约车，我那天忘记披外套隔绝掉我身上的味道了。那个师傅等个红绿灯的功夫，他按住了那个发语音键，他说兄弟们，其实也不是我不想说话，我今天确实碰到对手了。当时就很生气，那个师傅他还说，他说妹子，哎就。算师傅也知道错了，就是我求你了啊！我待会儿跑完你这单，我马上就去洗车，你能不能把你那边的窗户打开，我们稍微通一下风啊？很打击人嘛，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去搜那种很偏门的小方法，想治这个病。然后我就搜到一个，他说你夹一个鞭炮在你的腋下，把它点燃，它就会产生一种硫磺气体，就能根治狐臭了。哎，朋友们，你们看我这个样子，真的，我不是个弱智，但是他这话说的有道理，就硫磺它确实能够去味道，你们别不信，我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嘛，我心想反正这么小的鞭炮，它炸不死我，就让我的姐姐出去给我买鞭炮，她听到了还蛮开心的，她高高兴兴的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她扛了一箱加特林。我说姐姐，你要是想一个人继承遗产，你可以直说，你没有必要弄死我，是不是？太不靠谱了，所以我就开始去正规的医院去咨询嘛。我想做手术，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你确定要做这个手术吗？我提前跟你说好了，你哪怕做了这个手术，它后续可能会有20%的概率会复发。”我说20%的概率会复发。我说医生，你知道吗？其实我生活中我没有20%的概率会被别人发现我有这个病。我本来就生气嘛，那个医生还要在我旁边一直念，他说你确定要做这个手术不？我提前跟你说好了，它不仅会复发，它复发的位置可能就不在腋下了，它会转移。我说它会转移是吧，医生？来，现在就给我做这个手术，立刻马上把它转移到我的丸子头上。医生说你脑子有问题？我说没有，因为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双蛋瓦斯。我今天说出来这个狐臭这个病，其实是在为我们这个群体发声。大家为什么就一定要叫我们狐臭或者是腋臭呢？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膈应人，很难以接受。但凡我们给它换一个可爱点的名字，你们其实现在应该都知道，小狐狸的形象都是非常可爱的，像什么琳娜贝尔啊，什么尼克胡尼克呀，我们直接给它改个名字，我们叫它琳娜倍儿香，什么尼克香，是不是听起来就好接受多了？是不是？就再说了，就在座的我的狐朋狐友们，就是有这个病真的无需自卑，因为我们这个病唯一一个伤害不到的人就是自己，一定不要内耗。至于别人的死活，那是别人的死活。谢谢大家，这里我是脱口秀大姐二豆。好棒，二豆好勇敢。二豆好可爱，谢谢。我感觉二豆讲这个内容，其实我觉得挺勇敢的，就是等于你自己身上有一个缺陷，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办法去解决它，或者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什么的。
她很勇敢的把这个事情在台上用段子的形式告诉大家，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女孩子很自信的表现。是，就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而且我跟刘伟老师一样，也是 ENFP。哦，但是我就是会稍微配得感高一点。我小时候也有缺陷，你要说哪儿不好闻？脸臭，脸臭啊！哦，就臭脸啊！周奇墨老师按说应该不会有什么，我也有。哎呦，天花板还自卑啊！我也不是个完美的人。你不是完美的人，我的世界观崩塌了。周奇墨不完美，什么缺点？我就是虽然长得高，但是弹跳力比较差。小的时候，比如说你打篮球，所有人一看你个高，一定让你进去打中锋。但我特别喜欢在外面投篮，所以但我每次打球的时候，所有人跟我说：“大个儿，往里走，走啊！”那你知道篮球场里面永远是那些特别壮个高的人，然后我跟他们抢篮板，永远抢不过。每次打完球身上都是别人的汗。我觉得我有这个病，就是反正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吧。对，听他的故事的人一定都能找到共鸣。对，因为谁没有一个地方臭啊？不是，我说实话，就我小的时候脚巨臭，现在不臭了。我在酒店比赛的时候，然后我只要脱鞋，阿姨进来打扫，刚迈进来第一步，阿姨就往后退，说：“咱就是太臭了。”真的，我还知道那个之前人家还脚臭还写过一个诗呢。他说他没来，我就知道他已经来了，他已经走了，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就是这个感觉。好嘞，谢谢您啊！希望永远保持快乐阳光。谢谢大家。希望更多女孩子去勇敢的面对自己，而且我们的不完美，恰好可能是我们完美的地方。